从匕首问世之初，俄罗斯就公开对外宣称，这是一款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的新杀手锏，美国根本拿它没办法。根据俄国防部的说法，对乌军地下弹药库进行打击时，匕首从1000多公里外发射，飞行时间不到10分钟，说明匕首速度快，拥有较强的纵深攻击能力。从俄官方公布的匕首导弹作战模拟动画来看，导弹由载机挂载，飞行到超过对流层的高度发射，达到弹道最高点后进入俯冲。在飞行末段，能够以超过10马赫的速度进行机动变轨，最后以接近90度的角度对目标进行灌顶攻击。正所谓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面对这一速度，当今世界上的反导防空系统都难以拦截。比如美国最新型的爱国者3末端防御系统，它的拦截高度限制为40千米，最高拦截速度也只能到6马赫。一旦遇到匕首，即使做出了反应，拦截的成功率也将非常低。除了快到拦不住以外，匕首还快到发现不了。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高度一般在2.5到4万米，在这个高度上用现有反导雷达进行探测，雷达的探测距离不会超过700公里。再加上目标在临近空间低层中飞行时会产生黑障效应，就是高超音速的激波使弹头表面像套壳一样裹着一层等离子区，能大大削弱甚至中断探测的雷达波，成为覆盖在导弹上的天然隐身衣。可能导致目前的天基红外探测系统、陆基和海基雷达还没接收到反射信号就丢失了目标。再加上匕首还有先进的气动力控制系统，能够在飞行中进行机动，更难跟踪了。不仅如此，匕首以米格31为发射平台，还具有一大优势，那就是战机何时起飞、在哪起飞，以及导弹何时发射，均难以被对手发现，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对手的反应时间。日前，美国总统拜登在谈到匕首时是这样说的 But with the same warhead on it as any other launch missile, it doesn't make that much difference, except it's almost impossible to stop it. 拜登的讲话事实上也透露出美国对匕首的无奈。此外，从实战效果来看，还能看出匕首打得既准又狠，两枚都非常精准地击中预定目标。一枚摧毁大型地下武器库，一枚摧毁大型燃料库，表现出对地下和地面固定目标非常强的摧毁能力。可见，面对防空力量并不强的乌克兰，俄罗斯根本就不需要使用匕首，除了小试牛刀以外，更多的是向美西方国家展示其高超音速武器的威力。而且，除了匕首，我还有先锋和锆石。